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居然直接点名了近年最热的 AI 产业，警告所有投资人，我察觉到泡沫正在形成。这么说起来 ，AI 的投资热潮会是一场灾难吗？我们都知道这几年 AI 技术发展得太快了，快到让世界措手不及。从 ChatGPT 的爆红到各种 AI 应用层出不穷，科技巨头们纷纷砸下天价资金，拼命建设资料中心，买 AI 晶片，抢占市场。然而，蔡崇信却提出了一个大家可能没注意到的问题：这些投资真的有实际需求支撑吗？他的担忧，简单来说就是供过于求。他观察到一大堆企业开始新建 AI 资料中心，甚至连还没有确定客户需求的情况下，就已经开始大举融资投资。任何行业都一样，都需要有足够的需求方去支撑供给方的营运，也就是供不应求之下，公司才容易赚钱，股价才容易爆发。但是现在 AI 股价是爆发过了，企业也大幅融资扩厂，以增加未来的供给。但需求呢？需求真的有这么多吗？这现象让蔡崇信想到了过去许多泡沫经济的例子，比如2000年的网络泡沫，2008年的金融海啸。当市场疯狂投入资金、疯狂建设，却没有足够的实际需求来支撑时，泡沫就会逐渐形成，最终崩盘。科技巨头狂撒钱，真的划算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科技巨头到底砸了多少钱在 AI？ 微软、亚马逊、Google 和 Meta 都已经投入了数千亿美元来扩建 AI 基础设施。今年光是这4家公司，亚马逊投资1000亿美元 ，Google 750亿美元。Meta 650亿美元，这还不算 NVIDIA 的 AI 晶片销售额暴增，各国政府也开始投入大笔预算。美国总统川普甚至提出了所谓的星际之门计划，声称要投入5000亿美元来发展 AI 与云端技术。不只是美国，整个亚太地区也跟上这波热潮，从印度、马来西亚到中国，资料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阿里巴巴自己也宣布，未来3年将投入3800亿人民币，约 1.73 兆新台币来发展 AI， 这笔金额同样惊人。但问题来了，这样的大手笔投入要等多久才会回本？背后的大金主们不可能无限期等待啊！如果你对金融史稍微有点了解，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。蔡崇信的警告让人想起了2000年的网络泡沫。当时，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疯狂看好网际网络技术，大量资金涌入新创公司，各种所谓的 .com 企业拿到巨额投资，股票价格狂飙，所有人都相信这就是未来。然而，最终的结果呢？许多公司根本没有盈利模式，市场开始崩盘，投资者血本无归，全球股市一片惨烈。再来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房地产市场过热，银行不断放贷，所有人都觉得房价只会涨不会跌，结果房市泡沫破裂，导致经济大崩盘。现在的 AI 市场会不会就是下一个泡沫？蔡崇信已经嗅到了这种迹象。当然 AI 发展并不是完全的泡沫，它确实会改变世界，但关键是谁能活下来。蔡崇信认为，当前的 AI 产业大致可以分成3种主要模式。第一是基础模型研发型，像 OpenAI、DeepSeek 这类公司专注于开发语言模型和 AI 技术本身。第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型，如 Google、亚马逊、软银这些企业，主要投资于资料中心、云端运算等硬体设施。第三是综合型发展企业，例如阿里巴巴，同时布局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，并将 AI 技术应用在自身业务上。从这3种模式来看，单纯砸大钱建设资料中心的企业风险最大。如果 AI 应用没有办法快速普及，这些硬体设施就可能变成闲置资产，形成鬼城，最后变成泡沫的一部分。反而像 OpenAI 这种专注于技术开发的公司，他们的价值会更加稳固。甚至像阿里巴巴这种综合型企业，因为他们能够边做边用，即使市场遇到问题，也不至于血本无归。那么这场 AI 投资狂潮最后会如何收场？
如果需求赶不上投资速度，那么泡沫一定会破裂，届时市场会进入一波修正潮，资本开始撤退，许多公司将会倒闭或裁员。如果 AI 应用能够快速普及，真正带来生产力革命，那么这些投资就能获得回报，市场将会重新洗牌，最终留下真正具竞争力的企业。不管如何，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兼 NBA 篮网队的老板蔡崇信都这么提醒了，对所有投资人来说都是一个警讯吧。欧洲市场怎么看待 AI 产业？前面我们提到，蔡崇信已经开始警告 AI 产业可能正在形成泡沫，他是站在美国和亚洲的视角看待这件事。我们把镜头转到欧洲，其实现在连欧洲市场也开始对 AI 投资感到犹豫。当前的 AI 产业不止美国科技巨头和中国大型企业，欧洲的投资机构也是砸下了天文数字的资金，试图在这场技术革命中抢得先机。就目前状况而言，欧洲市场的 AI 投资热情正在转向更具实际应用价值的企业，而不是单纯砸钱盖资料中心、买 AI 晶片的公司。这个转变有2个核心原因。第一，股市对 AI 概念股的态度变了。这几周全球股市的走势并不乐观， AI 概念股也开始受到影响，让市场开始思考 AI 投资的价值。第二，投资人开始变得务实，不再无条件追捧 AI 企业。以前只要沾上 AI 2个字，股价就能飙涨，但现在市场变聪明了，投资人更偏向那些能够实际应用 AI 技术的公司，而不是只靠炒 AI 概念的企业。现在的趋势是，市场开始区分真正能用 AI 赚钱的公司和只是砸钱盖基础设施的公司。例如，投资人更青睐资讯服务业者立讯集团和企业软体公司思爱普，因为这些公司已经将 AI 技术融入业务，并开始看到回报。反观一些 AI 晶片供应商和资料中心相关企业，他们的股价却开始出现明显下跌。这样的市场变化和蔡崇信的警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果你只是狂砸钱，没有短期回报，市场不会继续买单。瑞银就形容现在的 AI 产业正从淘金热进入应用落地阶段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拿19世纪的美国淘金热来做比喻。当时无数人涌入加州，希望能靠挖金矿一夜致富，结果真正赚大钱的反而是那些卖铲子、卖牛仔裤的公司。李维斯牛仔裤就是这样起家的。现在的 AI 产业也是一样，过去几年大家都在抢着投资 AI 硬体，建设 AI 伺服器，这就像当年的淘金热。但问题是，现在市场开始意识到，真正能赚钱的可能不是这些矿工，而是那些能把 AI 技术转化为商业价值的企业。换句话说， AI 产业从炒作期开始进入验收期。富达投信在今年1月的内部调查就发现 72% 的分析师认为 AI 在2024年内不会对企业的获利能力产生明显影响。这意味着，虽然大家仍然相信 AI 会改变世界，但这个改变的速度可能比市场原本预期的还要慢很多。而这对投资人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如果 AI 企业不能在短期内交出漂亮的成绩单，股价就会止不住的下滑。那么 AI 产业会不会迎来一场大洗牌呢？确实，市场对 AI 产业的期待值开始下降，导致一些泡沫过大的 AI 企业会先被投资人抛弃。看看欧洲的 AI 相关股票，从 DeepSeek 引发抛售以及美国经济引发衰退担忧以来的表现。半导体公司艾斯摩尔自1月以来股价暴跌 25%， 半导体封装商贝斯半导体跌 20%，资料中心供应商施耐德电器下跌 14%， 数据服务公司 LSEG 跌 5.5%， 企业软体巨头思爱普跌 2.9%， 就连思爱普这样的大企业股票都开始回落，显示出市场开始对 AI 企业的未来成长性抱持更高的怀疑态度。斯洛德投资也警告 AI 产业最大的风险就是到底有多少人愿意真的为 AI 产品付钱。他强调 AI 产业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不能只靠炒作，而是要找到真正杀手级的应用场景。如果 AI 不能快速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商业工具，那么投资人就可能会转向其他更有短期回报的产业。看到目前为止，你应该知道 AI 不能再追了吧？甚至现在连低阶都算接刀，因为显然这把刀才刚从高楼坠落，离落地还很远啊。我们2024年底就曾经多次警告过，股市即将大跌，
我说的是大跌，不是跌1个礼拜、1个月这么短的时间而已。因为只要头部一出现，会跌到你害怕。如今事后回头看，美股头部确实已经出现，我们已经从2月中开始无脑做空到现在了。你开始感到恐惧了吗？川普明显有意要推倒股市，让资金从股市流出。大家也都知道，美股不好，通常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股市。回头看看台股，头部也成型了。你可有发现现在股票买了都不会涨吗？或是涨2天就熄火，帅不过3天。如果手上的持股有让你产生恐惧感，那还好，至少是恐惧，不是产生贪婪。如果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你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。每当我从 K 线图看到趋势转向的迹象，都会免费的发表在专栏上，让你心里多少有个底，至少不会完全没头绪的想错方向。也可以订阅我们 YouTube 影片的分析跟资讯。如果你看到未来有可能会用到的内容，你可以在喜欢的影片点赞，让系统储存你的喜好。若你不知道从何开始进步，迈向财富自由之路，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小帮手，让小帮手给你建议该从何着手开始学习。AI 晶片3级管制即将上路。对于 AI 产业还有一个重磅消息，就是美国即将于5月15日正式实施的 AI 晶片3级管制。这不但攸关各国 AI 发展战略，也可能重塑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格局。台湾虽然因为拥有台积电等关键半导体企业被纳入第1级，暂时免受运算能力上限的限制，但这并不代表台湾能够全身而退。因为当这场 AI 晶片战升温，身处产业核心的台湾将成为美中科技冷战的关键棋子，甚至可能卷入更深的供应链震荡。而美国政府祭出 AI 晶片3级管制，本质上就是为了封锁中国获取先进 AI 晶片的管道，阻止中国在 AI 领域超车。不过这项政策不是只有影响中国企业，其实全球科技巨头如 NVIDIA、Google、AWS 和 Microsoft 也会受到波及。那 AI 晶片3级管制到底是哪3级呢？第1级是美国主要盟友，包括五眼联盟、英、美、加、澳、纽、北约主要国家法德意等，以及半导体强国台湾、日本、韩国、荷兰。第2级是被视为美国信赖，但仍需进一步评估的国家，如印度、以色列、新加坡、瑞士等。AI 运算能力上限 7%。第3级是美国武器禁运国家，包括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、北韩等，几乎完全被排除在 AI 晶片供应链之外。而这项管制不仅影响 AI 晶片的出口，还要求第1级国家至少 75% 的 AI 运算量必须留在境内，而美国企业则需保留 50% 以上的运算能力于美国本土。这使得许多在 AI 领域大量投资的科技公司，如 NVIDIA、Oracle、AWS 陷入两难。如果在海外建立 AI 运算基础设施，可能会违反新规；若不在海外布局，又难以满足市场需求。这波 AI 晶片管制风暴的导火线之一，正是因为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迅速崛起，推出低成本 AI 模型，导致科技股大跌。美国对 AI 晶片的管制，就是要阻断中国获得高效能晶片的机会，让中国 AI 模型发展受限。但这样的政策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反而可能加速中国寻找替代方案，例如自研 AI 晶片，强化 AI 软体优势，甚至转向灰色供应链取得晶片。而对全球半导体产业来说，这种对抗只会让供应链更加不稳定，甚至导致长期供应短缺的风险。那么 AI 晶片供应链重组，台湾能否安然无恙呢？台湾虽然名列第1级国家，暂时不受晶片出口限制影响，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风险。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与 NVIDIA、AMD、Intel 深度绑定，而这些企业最大市场之一正是中国。当 AI 晶片管制愈加严格，中国市场萎缩，台湾的供应链势必受到波及。目前台湾 AI 供应链的关键企业包括全球最先进 AI 晶片制造商台积电，主要 AI 伺服器供应商鸿海、广达、伟创，中国市场重要供应商联发科、封测厂日月光、金源电等。这些企业虽然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热潮，但当美国管制升级，市场萎缩，订单流向改变，台湾也无法独善其身。特别是 NVIDIA， 如果无法顺利出货 AI 晶片，将影响整个 AI 产业供应链，
进而冲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。许多科技公司与国家正向美国政府施压，希望重新评估 AI 晶片管制规定，包括 NVIDIA、Oracle、AWS 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，担忧管制会影响 AI 发展，甚至削弱美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。此外，阿联酋、印度、以色列等国也希望放宽 AI 晶片出口限制，以确保他们能够维持 AI 产业发展。而目前，白宫内部对此存在两派意见。第一是强硬派，主张维持甚至加强 AI 晶片管制，确保中国无法获得高效能 AI 晶片。第二是温和派，认为过度管制将伤害美国企业，甚至导致中国发展替代方案，长期而言对美国不利。川普政府最终是否会调整这项政策，仍是未知数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 AI 晶片不再是科技竞争，而是国际权力角逐的核心战场。这场战争不会在5月15日后结束，而是将持续影响未来数年内的科技产业格局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对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。当你希望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